中国拳手周润齐在澳洲遇袭，他和他的妻子两人在公交车上被7名土著人围殴。那么这件事情在网上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很多人说他为什么不还手？事后我和周润齐也是做了一个连线，我们来看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不还手？周润齐你好，这次这个事件你受伤的情况和我们说一下，我们都非常担心你的情况呀。首先我自己的话是脑部血肿，再加上脑震荡，然后还有就是身体多个部位擦伤，以及我嘴角这个位置是被拳头打的，还有哎呦，这里有个洞。对，这个洞是他用 jackhammer， 也就是类似于钻头一个东西，他握在手里。对，他握在手里，就类似于一个小钻头一个东西，然后插我头上，当时是流了特别多的血。这个下手真黑啊，这哥们儿。我老婆是腰间盘突出，身上也有特别多的擦伤。天哪，这个太恐怖了！就是在澳洲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这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啊，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改变什么？你觉得？这个事件发生对我的直接影响吧。事件发生的当天是我比赛新闻发布会的当天，可是我新闻发布会当天却没有我的比赛新闻，受伤情况特别严重，没有办法参加11月1号原定的大洋洲头衔卫冕战。哎呀，太可惜了。这是对我比赛的影响。还有就是通过这次事件也让我真正的意识到心里面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这次真的是特别接近死亡，如果他这个位置再靠后一点，伤害到了我的脑子，我要么就是植物人，要么就已经 over 了。对呀，那个地方太危险了，这个地方头的这个位置后面是很软的，就前面这个地方还有点骨头。那么大家最好奇的事情啊，就是你明明可以还手，在当时这个情况下，你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没有出手？我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当时我和我老婆都在公交车上，对方具体人数呢是2个女的，3个男的，5个人打你1个，打你们2个，再加上2个老人的话是7个人。我的天啊，这么多人！他们一家人都在公交车上。如果我当时我去主动攻击他们的话，我会留下我老婆没有防守。对对对，然后那个地方，因为公交车里面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如果你真的去打的话，可能啊，就是说你老婆可能就会受到另外人的这个伤害，或者是他们会进攻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就是上来他就拿了个扎你吗？还是怎么样？是的，是他上来就是拿那个扎了我，可是扎完我以后，我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当时我对，心里只有保护我老婆，我把他们拉开拦住，然后把我老婆挡在我身后面。我想到的只有这些。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地方一直在流血，流的对方都害怕了，对方给我递来一个 T 恤让我止住血。对方给你，哦哟，对方他也害怕你出问题了。反正网上我看到有些评论啊，都是在说的问题，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职业拳手啊，对不对？然后在那个紧急情况下，就是为什么没有选择去上去，就是说对吧，还手？然后你除了刚才说的这些以外，你有没有想补充的？我当时我在选择伤害别人和保护我老婆的这2者当中，我选择了保护我老婆。我把对方拦下来了以后，我老婆她去公交车前端开始报警，也就是她先报了警，我在公交车后方控制住他们7个人，整整10分钟。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冲到我老婆面前，也就让我眼睁睁看着我老婆被他们揪着头发从公交车上硬生生拖了下来。天哪！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件事的原因，知道吗？后来我追了上去，我把他们拉开了，我想要去伤害他们。那个时候我老婆拦住了我，因为她担心我的职业生涯。她那个时候刚受伤起来，她就把我拦住，她想的是我
不要因为这几个人遭受牢狱之灾，因为他们是土著人，他们是本地人。如果我伤害他们的话，法律意义上会更加偏袒他们。监控所记录的这些行为都是他们在伤害我们，我们是偏袒方的。但是如果我伤害到了他们，我把他们个个都打上重伤或者打死他们了，这对我来说真的特别容易。如果我老婆没有拦住我的话，我就可以做到。但是呢，面临的我就是面临牢狱之灾，然后完了抛弃我的妻子，然后独自自己在监狱，这就是后果，这就是代价。唯一能做的，我就是保护好我老婆，不要让她受到伤害。你平复一下心情啊！我在这里，也简单的呼吁一下，我认为周润琪做的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认为他做的没有任何问题。将心比心，首先大家要想一下，你如果说你在当时那个情况，你能不能做的比他更好？如果说你说，哎，我因为练了武，练了拳，我是拳王，我可以一拳一个，你把他们都把他打成什么样子，或者是对吧？周润琪在伤害队友的时候，他的老婆受到更严重的这个伤害，你觉得这个后果是你能承担的吗？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啊，就是呼吁一下兄弟们，就是你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你去评价别人，我认为是不对的啊。我在这里，我认为周润琪刚才表达的他是有点激动了啊，但是我认为他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他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冷静平静一点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对于在澳洲的中国人或者是在国外的这些中国人遇到这种你的这次这个遇险的这个经历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我的建议就是，首先不要去赌运气，是因为这次只能算是运气好，我老婆没有受到这样的伤害。如果这个伤害落在我老婆身上哪一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原谅不了我自己。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就是选择避免伤害，因为你在国外它远不如中国要安全，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就要选择去避免接触那些看似危险的人，还有看似危险的地方，就是这样。那最后我在这里也祝周润琪和你的媳妇儿就是早日康复啊，然后早点回到国内啊，我们国内见。我们国内见，谢谢小伟哥。好，再见。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连线采访，我认为周润琪的这个处理方式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大量的失血，然后他一定是要保证自己家人的安全。他也说了啊，在保证家人的安全和伤害对手的这两个情况下，他选择了前者。我认为周润琪是真正的勇士啊，好样的！兄弟们也不要去过多的去苛责他，好不好？也希望在国外的这些华人们啊，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兄弟们一定要记住啊，在中国国内才是最安全的存在。